嗨，你好啊！这里是大地讲堂的特别节目，恭喜你发现了这个宝藏。咱们在电视上主要是请专家讲一讲中国的事情，而在这儿呢，我想给你讲一讲全世界的有趣的事情，包括你没见过、没听说过的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新奇的、新知的。也许从这儿呢，你就确定了下一个旅行目的地。而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，你会和我一样，发现自己对于农业产生了特别的兴趣。不信呐，咱们走着瞧。今天第一集呢，我想带你看一看瑞士的菜篮子。你看喏，这只菜篮子呢，就是我从瑞士的菜市场买回来的。你可能听说过，瑞士这个国家特别的美，哪儿都像是油画一样。但是我打赌，你肯定猜不到，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去哪儿买菜的。这个地方呢，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应该是日内瓦或是苏黎世吗？但实际上，伯尔尼虽然没有这两个地方有名，但它是瑞士实际的首都，而且是一个低调但是非常美丽、不同凡响的城市。因为城市实在太美了，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文化遗产。而更有意思的是啊，整个城市的菜市场呢，就在它的核心权力机构联邦宫议会大厦的前面。这里是瑞士的最高权力机构联邦宫 Palais Fédéral。 我现在所在的呢，就是联邦宫面前的广场。你可以看到，也可以感受到，这儿没有那样的严肃。事实上呢，它虽然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，但更多的也是一个文化活动的场所。比如说周三和周六的时候呢，这儿一定会有农夫集市，大家会在这儿呢进行各种蔬菜和水果的采购，还能买到不少手工所制的围巾、帽子、手套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。那我背后的呢，你可以看到我的左后方那片白颜色的地方，其实是联邦宫前面的一个巨大的溜冰场。这样说，你可能能够感受到这里轻松愉快的气氛了。你看，你只要一只脚踏进菜市场啊，大地和自然的气息就会瞬间的把你包裹起来。在这儿你会找到比超市多得多的新鲜蔬菜。你看，这个呢是烤栗子，很香的，是秋天欧洲街头的小吃。这里的蔬菜呢特别的新鲜，都是从地头上直接拉过来的，所以很多人到这儿啊，哪怕只是买一颗西兰花，也要去熟悉的农户那儿买，聊上几句，是人和人之间感情的沟通，也是信任。这种呢叫做洋蓟，法语中叫做 artichaut。 你看它长得这么漂亮，但其实能够食用的部分呢只有中间的一点点，叫做 cœur d'artichaut， 意思是洋蓟之心。这个心呢非常的柔软，好像是一种竹笋的味道。一般来说是把它泡在橄榄油里，或者是加一点点的盐水。它被认为呢是蔬菜当中的皇后了。在欧洲的节庆当中啊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庆活动，就是圣诞集市。其实圣诞集市呢也是从菜市场演变而来的。你看，集市最初产生啊是为了让人们交易，咱们中国人过去也赶集，但是后来有了超市，有了非常方便的网购之后，集市好像成为了过去式。欧洲的生活节奏呢比较慢，在很多方面呢都非常的传统，网购基本上没有。逛菜市场是平民老百姓和政要人物都喜欢的事情。你看这个火腿看起来多香多诱人呐，旁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奶酪，还有酸奶制品，这些都是超市里找不到的。C'est très bon， 好吃极了。如果你以为拿到集市上的东西都是手工的，比较粗糙，那你就错了。这枚绿色花蕾形的标志呢，是瑞士有机食品的标志。你看，即使是自家的香草果酱，也是要经过瑞士有机认证的。这个呀，我们以后会有一集专门给你说。而在菜市场上，你能够发现的还有更多呢。欧洲街头的艺术家，有的时候甚至是在非常专业的演艺机构里，包括像剧场啊，包括像合唱团啊、乐团里面工作的歌唱家，但是他们非常喜欢这种融入市民的气氛，
所以他们一定会到这里来，让我们享受这美好的音乐。Que tu es mignon. 你知道吗？在欧洲，人们经常会花1个整上午的时间去逛菜市场，所以在这儿的几分钟可能是远远不够的。没关系，之后的节目当中，你还会听到更好玩的一些信息。在这儿呢，我再告诉你一些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关于菜市场的事情。第一个是，菜市场啊，会有当季的非常漂亮的鲜花出售，带上一束给自己的爱人，是典型的欧洲浪漫。你可以试一试。第二个是呢，我们刚刚说过，菜市场是在周3和周6，不过请记得一定要赶早。如果12点之后，估计呀，你要么是看到人家正在收摊儿，要么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正所谓早起的鸟儿才有菜买。第3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呢，是我要告诉你的，欧洲菜市场是一个免费品尝当地美食最佳的机会。比如说到瑞士，你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奶酪。到一个奶酪摊儿呢，你会看到琳琅满目、几百上千种的奶酪。我推荐你尝一尝瑞士的蓝纹奶酪。当你示意对方的时候呢，摊主就会拿出一把狭长的、头上尖尖的奶酪刀，切下来一点点，然后用经典的苏打饼干托着递给你。这是奶酪最经典的吃法。放到嘴里的时候呢，苏打饼干咔嚓一声，加上奶酪在嘴里融化，你就会感受到那种芳香馥郁的奶香充满了整个口腔，一定会令你难忘的，相信我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呢，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准备你的微笑，然后对对方致谢离开就可以了。菜市场是非常友好的。说到菜市场，说到食物呢，下一期节目我要从一个盘子开始说起。怎么说呢？我会告诉你，欧洲人、瑞士人他一天的早餐以什么样的食物开始，这个盘子里装的东西跟咱们中国人相比有什么不同，是为什么，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知识文化，以及亟待你发现的农业呢？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节目的任何更新的话，记得要点击关注。我是你的朋友楚笑，我期待着下一次在这里继续和你相逢。祝你享受新知，旅行愉快。